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讲不列颠哥伦比亚是一个省，当年呢也是一个殖民地。詹姆斯·道格拉斯呢，就是第一任的省督他是开创这个省的，亲手缔造这个殖民地，所以呢，他的事迹呢就会带出这个殖民地的一些故事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介绍这个道格拉斯这个人物这个也是一个皮草贸易商人。最早呢，他是华盛顿州那里呢有一个城市呢叫温哥华，最早他在那个地方呢当哈森杯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管理人员。为了保住这块殖民地这个道格拉斯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用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能力能够跟美国呢就是争日之长短有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呢来到加拿大以后，他整天有这个疑惑像美国这么强大世界都是最强大的国家加拿大这么弱小他为什么不把加拿大吃掉呢？其实美国人呢也是没想，也不是没有想过想把加拿大吃掉也是没有想过，但是呢，就是吃不了了。最后呢，就划定了这个边境线就是北纬45度这个边境线。那这个为什么吃不了呢？为什么它到底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呢？那让我们呢就先从这个詹姆斯·道格拉斯这个人开始讲起那我们也是请水哥帮我们读一读这一节读完以后呢，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些资料。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1章，新域探索。第7节，道格拉斯缔造不列颠哥伦比亚。詹姆斯·道格拉斯1803年出生于南美洲德梅拉拉，就是后来的圭亚那。他的父亲约翰·道格拉斯是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种植商，并和他的3个兄弟一起做生意。道格拉斯家族是苏格兰商业精英，他的叔叔是陆军中尉，他的姑妈是著名艺术收藏家塞西利亚·道格拉斯。詹姆斯·道格拉斯的祖母家族与一名男爵外交家安德鲁·布坎南爵士也有亲属关系。詹姆斯·道格拉斯的母亲玛莎安是加勒比海巴巴多斯人，混合非洲和欧洲血统。他与詹姆斯·道格拉斯的父亲共生有3个孩子，但从未正式结婚。3个兄弟姐妹都是混血儿。詹姆斯·道格拉斯显现更多欧洲人的外貌特征。1812年，父亲约翰·道格拉斯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苏格兰，并把詹姆斯·道格拉斯送到拉纳特的学校接受教育。约翰·道格拉斯在1819年与杰西·汉密尔顿结婚，并且和他生了更多的孩子，组织了第2个家庭。詹姆斯·道格拉斯上学时，从一个法国教授胡格诺那里学会了用流利的法语绘画与书写，对他后来在北美洲的发展非常有利。16岁时，詹姆斯·道格拉斯离开英国来到北美洲，进入做毛皮贸易生意的西北公司。他从1819至1820年间在安大略的威廉堡当办事员。1820年，他转到丘吉尔河北部。在这个地方，詹姆斯·道格拉斯除了通过阅读从英国带来的书籍进行自我教育提升外，还会见许多原住民，虚心向他们学习语言和生存技能。西北公司的竞争对手哈德逊湾公司也活跃在这一区域。1821年，西北公司并入了强大的哈德逊湾公司。詹姆斯·道格拉斯迅速升职。1825年，他被调任当年西门菲沙所开拓的贸易区域圣詹姆斯堡，在威廉康诺利的手下做事。1827年，詹姆斯·道格拉斯被委派前往大熊湖开一个新的皮毛贸易驿站，他用经理的名字把这个驿站命名为康诺利堡。威廉康诺利对詹姆斯·道格拉斯的工作能力表示赞赏，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并同意詹姆斯·道格拉斯与他的女儿阿米莉亚·康诺利结婚。由于威廉·康诺利的太太是原住民，因此1828年4月27日，詹姆斯·道格拉斯和阿米莉亚以原住民的仪式举办婚礼。1828年，威廉·康诺利调职，委任詹姆斯·道格拉斯为这一地区的总负责人。这时发生了哈德逊湾公司的2名贸易商被原住民帮工谋杀事件。詹姆斯·道格拉斯抓获了凶手，并把凶手当众处决，这使得詹姆斯·道格拉斯在当地原住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威廉·康诺利担心詹姆斯·道格拉斯的生命安全，要求哈德逊湾公司总裁乔治·辛普森将他重新分配到温哥华堡。温哥华堡位于当年大卫·汤姆逊所开拓的哥伦比亚河地区，同时也是哈德逊湾公司总部，今天属美国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詹姆斯·道格拉斯在西海岸工作了19年，1829年从普通职员干起，1835年当上首席交易员一职，这个职位非常重要。这是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河流域地区的第2高职位。这一地区是英国北美殖民地4大区域之一，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日益强烈。1838年，英国要求哈德逊湾公司哥伦比亚地区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洛克林把公司总部从温哥华堡撤到温哥华岛南部。约翰·麦克洛克林拒绝搬迁，并且想脱离英国，在这一地区搞独立。后来，他成为了俄纳冈之父，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加拿大总督乔治·辛普森委派詹姆斯·道格拉斯在哥伦比亚河谷落入美国人之手以前，去温哥华岛建立第2个皮毛贸易驿站，准备把南边的资产向北迁移。1841年，詹姆斯·道格拉斯在温哥华岛最南端设立皮毛贸易驿站，称之为维多利亚堡。事实证明，这有利于在1846年俄纳冈条约谈判时保住整个温哥华岛。1849年，英国在温哥华岛创建了温哥华岛殖民地，并从英国派来大律师理查德·布兰瑟德担任第1任总督。实际上，很多具体工作还是靠詹姆斯·道格拉斯完成。詹姆斯·道格拉斯将哈德逊湾公司总部从温哥华堡搬到维多利亚堡。1851年，理查德·布兰瑟德总督辞职，英国政府任命詹姆斯·道格拉斯为温哥华岛殖民地总督。此刻，詹姆斯·道格拉斯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中最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扩张压力。他用有限的资源创建了一支包括梅地人和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维多利亚民兵部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协防，共同保卫温哥华岛殖民地。1854年，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和法国的伤病员被送往维多利亚治疗。当时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英国政府同意詹姆斯·道格拉斯将埃斯奎莫尔特港湾建造成为海军基地，兴建一所医院以及军事物资储备仓库，为皇家海军提供后勤保障。这个基地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和有必要的。英国北太平洋舰队的总部于1865年搬到了温哥华岛。詹姆斯·道格拉斯与大多数第一民族人民建立了良好密切的业务关系和个人关系。他寻求缔结条约扩展政府的土地。他签订的条约后来被批评原住民割让大片土地而得到少得可怜的赔偿，通常只是每人得到几块毛毯而已。1850年至1854年，官方收购了14幅原住民土地，共计570平方公里。后来，由于殖民地推行过度扩张政策，超出了殖民地政府的经济能力，很多土地收购计划被英国政府叫停。詹姆斯·道格拉斯政府还成立公立小学，打击酗酒，努力构建和谐的维多利亚社区。1856年，在英国政府施压下，詹姆斯·道格拉斯勉强成立了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习惯用独裁统治来管理殖民地。由于詹姆斯·道格拉斯同时兼任哈德逊湾公司经理，在处理公司业务、
以及政府事务之间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议会的成立对詹姆斯·道格拉斯具有监督和约束力。1858年，飞沙峡谷淘金热引发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入哥伦比亚内陆地区。詹姆斯·道格拉斯虽然并没有管理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力，但他派驻军舰在飞沙河口，签发许可证给探矿商人，由此显示英国的领土主权。1858年8月2日，詹姆斯·道格拉斯宣布建立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并担任总督。在此之后，他辞去哈德逊湾公司的职务，全力以赴专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的政府事务。1859年，詹姆斯·道格拉斯卷入了圣胡安群岛英美领土的主权纠纷，这场纠纷被称为猪战。经过12年两国军事对峙僵局，最终由退位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仲裁，圣胡安群岛主权归属美国。1864年，淘金热潮逐渐冷却，殖民地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詹姆斯·道格拉斯结束了他的公职服务生涯，维多利亚女王赐予他巴斯骑士指挥官勋衔，并将维多利亚和新西米领地荣誉册封给他。此外，他还获得了由900人签名的感谢信。1864至1865年，詹姆斯·道格拉斯巡回欧洲，并继续活跃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的政治舞台。1877年8月2日，他心脏麻痹，死于维多利亚，终年73岁。他的葬礼游行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詹姆斯·道格拉斯被安葬在维多利亚罗斯湾公墓。介中评论，詹姆斯·道格拉斯本身是欧非混血，他又与原住民通婚，这种家庭背景有利于他在这一地区代表英国与原住民相处。皮毛贸易时代，欧洲人与原住民通婚很常见，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与原住民通婚可以保障欧洲人和原住民之间稳固的贸易关系，就像原住民部落之间的通婚是政治工具一样。这些婚姻在原住民妇女与商人需要时，可以相互提供援助，并且可以争取获得交易者的更大信任。女人通常也是家庭的一种希望。原住民的妻子很多时候成为欧洲毛皮商人与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中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婚姻关系不是吸纳原住民妇女进入欧洲文化，而是努力建立一个不同文化的中间地带。这就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根源与起点。看完这一节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体会哈，有几个体会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首先第一呢，就是美国人呢从来都是想把加拿大这个地方吞并的，但是呢，其实呢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是早期呢是英国人呢是活动的比较多，美国早期呢是在东岸那边贸易为主在以东岸的活动为主后来呢1840几年以后呢，才陆陆续续的来到西海岸这一边。那其实西海岸这一边呢，主要是最早期的是英国人比较多，英国人在这里比较多，是属于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主要的代表者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叫哈德逊湾公司它的是属于它的皮草贸易的活动上范围。后来呢，哈德逊湾公司直接把总部从这个哈德逊湾搬到这个西海岸这边来，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州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叫温哥华的这么一个城市。美国华盛顿州也有一个城市叫温哥华那个城市以前叫 Fort Vancouver就来到温哥华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哈森杯公司呢，那这个詹姆斯·道格拉斯人呢，就在这个哈森杯公司里面工作的他就是这个哈森杯公司的主管后来呢，由于美国的压力因为要跟英国争这个地盘，争这个
他们叫当时美国人叫俄勒冈地区啊 ，Oregon 啊，我们加拿大人呢叫哥伦比亚地区啊，美国人叫法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地方。当时他们是属于一种共管啊，共管呢就两个国家都是声称有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呢没有明确是属于谁的啊，在这个争抢过程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管理者是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英国人刚好呢就有这么一个叫做詹姆斯·道格拉斯的人啊，他就非常的有这种保护这个领地的这种意识啊，这种意识他很强啊。他一边呢，他就争取英国多一点的军事支持啊，军事方面的支持。但是英国人可以说呢是山长水远啊，英国人也很难给他的太多的支持啊。但是他利用自己有限的这个资源呢就保住了这个地方啊，保住了地方啊，争取了这个谈判的时机啊，争取了跟美国人谈判，结果终于这个时机呢，就在1846年的时候到来了啊，1846年呢因为美国呢准备要跟这个墨西哥开战啊，他不想呢就是腹背受敌啊，这边北面又跟英国人打，那边南面又跟西班牙打啊，因为墨西哥那个战争是跟西班牙打啊，两个大国啊，他是一个新的小国啊，跟两个大国打，他就觉得没有胜算啊，没有胜算的话，那英国人就抓住这个时机呢，就跟美国人谈判，结果呢就定下了这个北纬49度线作为这个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线。这个边境谈判呢，现谈判这个过程呢，就是以这个做了大家这个詹姆斯道格拉斯呢就做了很多的布局啊，做了很多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做了很多的预先的布局，所以促成了这个谈判的成功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通过这个詹姆斯·道格拉斯的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这种欧洲这种殖民统治者呢，他们其实跟这个原住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经常跟他们通婚等等原住民呢也给他们呢很多的帮助啊。特别最有趣的就是我在学习这个历史的时候，以前我是不知道的，特别最有趣的，我们以前总认为是这个欧洲人跟这个原住民结婚都是同化这些原住民我们都是这样理解。其实早期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是说把欧洲的文化去带给这个原住民，反而有时候呢就是原住民呢更好的帮助这些欧洲人其实这些通过这些原住民的帮助，这些欧洲人呢能够在这里立足生存下来跟原住民给予他们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以后我们到每一个新的地方呢，我们尽量要学习当地的文化历史，尽量融入这个社会原地找帮助呢，是比你从原居地就是从中国从香港从那些地方带来的那种实力带来的那种资助是更好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体现在早年的这种通婚这种欧洲人跟原住民通婚所以欧洲人跟原住民是很多东西包括我们中国人早期的那些，包括淘金包括修铁路他们都没有带女人过来，都没有老婆的，很多人95%是中国人都是男的，没有多少女人。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就要跟这个原住民通婚这个如果你跟原住民通婚以后，其实你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这一点呢，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改变我们的开始的认识对原住民呢有新的认识我们下面还会讲这个原住民